现在关于设计 loop，而不是直接给编码 agent 写 prompt 的讨论特别多。如果你花时间在 X 上想搞清楚 loop 到底是什么，会发现好几种完全不同的答案。今天我们就用 Cloud Code 团队自己的定义，把这件事彻底讲清楚。Cloud Code 团队把 loop 定义为 agent 重复执行一轮又一轮的工作，直到满足某个停止条件。他们按3个维度给不同类型的 loop 分类，怎么被触发，怎么停止，用的是哪一个 Cloud Code 源语。不是所有任务都需要复杂的 loop，应该从最简单的方案开始。第一种叫 Turn-based loop，按轮次的循环。它由一次用户 prompt 触发，当 Cloud 判断任务已经完成，或者需要更多上下文的时候就停止。最适合那些不属于常规流程比较短的任务。管理它的方式是写具体的 prompt，并且用 skills 改进验证，减少来回的轮次。每次你发一条 prompt，其实就启动了一个由你手动引导每一轮的循环。Cloud 收集上下文，采取行动，检查自己的工作，需要的话重复一遍，然后给你答复。这就是所谓的 agentic loop。比如让 Cloud 做一个点赞按钮，它读代码、改代码、跑测试，把它认为可行的结果交给你，你再手动检查，写下一句 prompt。你可以把手动检查的步骤写成一份 skill.md，让 Cloud 自己就能端地检查更多工作，前提是给它能看到、能测量、能操作结果的工具。检查越量化，Cloud 就越容易自我验证。比如这份叫 Verify Front-end Change 的 skill 就明确写了，启动开发服务器，直接点击交互检查控制台有没有新的错误，跑一遍性能审计。任何一步失败就修好问题，从第一步重新开始。第二种是基于目标的循环，也就是斜杠 Go，它同样由手动 prompt 实时触发，但停止条件变成了目标达成或者到达你设定的最大轮次，最适合那种有明确可验证退出标准的任务。管理方式是设定具体的完成标准，加上明确的轮次上限，比如最多尝试5次，有时候一轮根本不够，尤其是复杂任务。用斜杠 Go 定义完成是什么样子，Cloud 就不用自己判断够不够好来提前收工。每次他想停下来，一个评估模型都会检查你设定的条件，没达标就打回去继续干，直到目标达成，或者到了轮次上限。像把首页的 Lighthouse 分数做到90分以上，最多试5次，这种有明确数字门槛的目标效果特别好。第三种是基于时间的循环，也就是斜杠 loop 和斜杠 schedule。它由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出发，直到你手动取消或者工作本身完成，比如 PR 合并了，队列清空了。最适合那些重复性的工作，或者需要对接外部系统的场景。管理方式是把检查间隔拉长，或者改成基于事件而不是时间来反映。有些工作是重复性的，任务不变，只是输入在变。比如每天早上总结一遍 Slack 消息，用斜杠 loop，比如每5分钟检查一次 PR，处理评审意见，修复失败的 CI，就能让 Cloud 按间隔自动重新跑这条 prompt。它运行在你自己的电脑上，你一关电脑它就停了。想让它一直跑在云端，就用斜杠 schedule 把这个循环搬上去。第四种是主动式循环，它由事件或者排期触发，运行的时候没有人实时在场，每个具体任务在目标达成时就退出，但整个 routine 会一直运行，直到你把它关掉。最适合那些定义明确、会反复出现的工作流，比如 bug 报告、issue 分诊、迁移、依赖升级。管理方式是把简单的 routine 交给更小、更快的模型，只有真正需要判断力的时候，才动用最强的模型。前面这几种元语可以组合成一个用来处理长时间工作的循环，比如处理产品反馈，用斜杠 schedule 每小时检查一次反馈频道有没有新的 bug 报告，用斜杠 go 规定这一轮发现的每个报告都必须被分诊处理回复，否则不停。再用 dynamic workflows 编排多个 agent 分头处理，配合 auto mode，让整个 routine 不用停下来手动批准每一步。
loop 产出的质量取决于它周围的系统，保持代码库本身干净，让 Claude 能沿用已有的模式，给 Claude 一种自我验证的方式，把什么是好写进 Scales 里，让框架和库的文档触手可及，再用第二个 agent 来做代码评审。一个带着全新上下文的评审者会更没有偏见，而且当某一次结果不达标的时候，别只修好那一个问题，要想办法把它编码进系统，让以后每一轮都受益。为了管理 token 用量，Loop 应该有清晰的边界，给任务选对元语和模型，小任务不需要多个 agent，把完成的标准定义清楚，Cloud 才能更早收工。大规模运行之前，先在一小部分工作上试点，确定性的工作交给脚本处理，比每次重新推理更省。检查频率也不要超过你实际需要的程度。斜杠 usage 能按 skills、sub agent 和 MSP 拆解用量。不带参数的斜杠 Go 能看到目前的轮次和 token 消耗。斜杠 workflows 能看到每个 agent 用了多少，随时可以停掉。把这4种路谱放在一起看 ，turn-based，你交出去的是检查过程，适合你还在探索和决策的时候，靠自定义验证 skills；goal-based，你交出去的是停止条件，适合你已经知道完成是什么样子，靠斜杠 goal；time-based，你交出去的是触发时机，适合工作发生在项目之外，按计划进行，靠斜杠路谱和斜杠 schedule；proactive。你交出去的是整个 prompt，适合工作本身就是重复且定义明确的，把前面所有工具再加上 dynamic workflows 组合起来用。想开始用 loop，不用从最复杂的那种入手，看看你现在已经在做的工作，挑一个你自己就是瓶颈的任务，问自己哪部分可以交出去验证的检查，能不能写出来，目标是不是足够清楚，有了想法就跑起来，观察它在哪里卡住或者做过头了，然后放心地去迭代它。这篇文章来自 Claude Davis，作者是 Delba Oliveira。